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说一下关于4070的一些讯息。那它的性能其实网络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短卡的型号。那今天讲的4张卡分别是 Zotac、微星、Inno3D 跟 ASUS。那最大的就是 ASUS，它的长宽高大概到27公分，厚度有51 mini。2.51槽的厚度对于苏狗16来说，理论上是装不下的。那之前680ST 它也几乎刚好碰到，再多1 mini 的这张卡可能是要费一点功夫。那当然它体积比较大，散热可能理论上要比其他的短卡好一点。半透明的塑料胶叠的质感也让人家感到蛮用心的，算是比上一代复杂蛮多的。那如果你是装在 ATS 版本的 S Proto，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Zotac 的长度最短，只有 22.6 公分。S Proto Mini 的线长是222 mini。那如果你不介意手动垫高的话，或许这张卡可以拿来试一下。本频道一直有推荐大家自己动手做垫高的精神。至于这些单风扇的机壳跟这张卡大概还差了3公分以上，那这部分大家是不用想了，乖乖等4060 Ti 的单风扇版本。那 ASI 的双风扇版本在4070大概是24公分，那它跟公版卡大小差不多。机械大是 C24 的线高245 mini， 算是刚刚好。不过对于那种全球各大洲都有贩售的品牌来说，短卡的机壳真的已经相对少了。现阶段算是 Dan A4 跟之前的那个 ZS-A4S 这些小壳呢，其实也有27公分以上的长度。Inno3D 25公分来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，顶多就是它的 PCB 没有超出挡板太多，月间比较低。但是 A4 价格的机壳，它其实在这方面的尺寸并没有特别要求，除非你是那种不需要延长线的传统架构，大家就透过保固跟个人喜好判断。当然啦，除非如果你要像我这样去做一些特殊的改装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4070搭配200瓦的功耗，可以说是为了小巧机壳带来了一线曙光。DLSS 的技术也相信也可以带来游戏不错的表现，记忆体也跟4070 Ti 一样有 12G， 比起上一代的3070多了 50%。即使这一次还是有人把4070做到水冷，最大的空能卡甚至有到342 mini 跟71 mini 的厚度，真的怀疑是不是可以把风扇给拔掉看看。只能说大家对于静音跟硬体需求已经跟前一代不大一样了，多元化的发展，大至小的变化，也是回归 DIY 组装的精神。那这一次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那有众希望拜托4060 Ti 出个单风扇或者是什么4槽35公分的怪物，最好可以像无风扇散热器这样子搞，那相对应该也是蛮好玩的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